谁？外卖。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有啊。封印让我来找你，找我干什么？你猜？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你说有高兴的事儿，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讨不讨厌呀你？一直这么讨厌。别废话。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你在干什么呀？但是我有密码。你在找什么？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你可以去告诉他。咱们俩第一次喝这梦之蓝的时候，还是咱俩实习的时候呢。不，你记错了。我没记错，咱俩当时在弄同一个案子，我记得很清楚。你记错了，是在你姐姐婚礼的时候喝的这酒。是在我姐姐婚礼上吗？那我怎么不记得呢？你喝醉了，你当时还跟我们说你替你姐起草了一个特别牛的婚前协议。无论是什么事儿，无论是什么理由，不管是谁提出的，所有的财产，不管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都归何必所有。而且刘英美签了，他看都没看他就签了。哎，我姐找你什么事儿啊？你以为我喝点酒就会告诉你？你回忆一下，你跟我喝酒，你占过上风吗？哎呦，我跟你喝酒，我不是为了占上风，这不因为咱俩感情好吗？对，你还是放下吧啊！哪次你喝多了，不都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不是，那我给你写一保证书，行不行？咱们俩喝酒，不管我出什么事儿，都跟你没关系。你都喝出事儿了，保证书还有个屁用？不是，那你告诉我啊，我姐到底为什么找你？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不告诉我可就喝酒了，我可就照着往医院走喝酒了。啊，行，你赢了，你这招还真挺吓人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刘英美她有小三儿了？没有。那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不说我就喝了啊！好，你坐下。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答应。如果我说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行，啊，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不违法。但不能是什么穿着裙子上班之类的事儿啊。哎，这主意不错。什么？如果你反悔没有做到，你就穿着裙子去上班，答应吗？我不会反悔。那你承诺？我承诺。发誓。哎呀，我发誓，我何在？哎，等会儿，我得把它录下来。哎呀，我不会食言的啊。那也必须得录。说吧。我何在郑重声明，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我就干什么事儿。如果我反悔了，我就穿裙子上班。说清楚。我就穿裙子上班，这就行了吧 ？OK， 说吧。我得检查一下。郑重声明，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我就干什么事儿。如果我反悔了，我就穿裙子上班。啊，行，你能说了吧？这回你说不说呀？你坐下。不做，说。你不做，我不说。你说我不做，我做，你说吧。刘英美死了以后，你姐发现一个大盒子，里边全是借条，有600多万吧？
600多万，不是？那是他借别人的，还是别人借他的呀？刘英美的钱都在你姐那儿，她哪有钱借给别人？肯定是别人借给她的。那别人借给他的借条应该在别人那儿啊。我就是这么跟你姐说的呀。我姐信了吗？她不太信。谁也不能信呢。按常理来说，刘英美把这钱还给人，那借条就还回来，而且就撕了，她留着干嘛呀？你们俩真是一家人，逻辑都一样。这正常逻辑啊！不是你说那原因太没说服力了。那你倒是说一个有说服力的，我学习一下。刘英美想跟我姐离婚，但是她当时呢，她跟我签了这个婚前协议了，她怕她净身出户，她想弄一笔钱出去，所以她就让她的朋友给她写了一个借条。我真是佩服你的推断力，加10分。她的计划就是，她先跟我姐姐说她要离婚，是因为她在外边欠了很多的钱，我姐姐呢肯定是不想跟她离，那就会帮着她一起还钱。这么着，他就把一笔钱给倒腾出去，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倒一次，隔一段时间倒一次，一直倒到我姐姐忍无可忍了，跟他离婚了，他这计划就算实现了。我跟你说啊，刘英美，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老实人，她当初刚跟我姐好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她死得太突然，没来得及。借条可是有年头。那就是说，有年头以前他就想了跟我姐姐离婚，但是呢，他忌惮于我会跟他死磕，所以他没敢。你认识刘景明吗？刘景明，我姐最烦他了，他就是一渣男。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董永一贫如洗，却偏偏爱上了天庭的七仙女。可是七仙女的天庭亲戚们呢？都不信任他，尤其是这个七仙女的亲弟弟，逼着他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婚前协议。董永以为签了这份协议就好，就可以得到尊重了。可事与愿违，不但没得到尊重，反而被人更看不起了。人们还说，他为了攀龙附凤，居然签了这么一份没有尊严的协议。不，他自己可是认字的啊！我们没有拿着枪逼着他脑袋。一个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生活久了，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些欠条啊。事实是，他没有伪造欠条，是刘景明给他写的欠条。只不过他一直犹豫再三，没有启用。这就是你姐一直问我，刘英美为什么借了那么多钱。我始终没有办法回答他的原因，就如实的跟他说，你姐会恨你的，她也会恨她自己，他就应该恨他自己，所托非人。我不这么认为，真的。所以何塞，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咱们两个共同把这故事编圆。我跟你一起啊，你想让我跟我姐姐说是我欠了这些钱，刘英美是帮我跟别人借的钱。没错，你姐姐知道你好面子，要面子，你官司打输了，被客户索赔，你又不好意思声张，所以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吧？你让我跟你一起骗我姐姐，以此来表达你对刘英美的歉意。我为什么对她有歉意？因为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她。她就不值得别人信任她爱你姐姐，她想过跟我姐离婚，她没有离，她只是想，充其量就是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总有这么1到2次想要离婚的念头。你说错了啊！原文是，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这是温格朱莉写的《幸福婚姻法则》。我知道你读书多，但没想到这种书你也读。那怎么了？我不能读吗？能读，当然能读。所以，咱们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跟你姐说，刘英美借了钱是为了你，这不是事实，我不会承认的。你答应我。但是我不能说谎嘛，我不能跟我姐姐说谎嘛。我从小就跟我姐姐有这个约定，这是我的底线。那你就穿裙子上班。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就把这视频发到快手上去。那我就告你侵权。那我就道歉，反正别人已经看到了。那你就太臭流氓了。臭流氓也要穿裙子上班。给我！哎呀，我天，我就不信。凤老大让你来找我啊？如果我说我故意跑到这儿来和你偶遇，你会信吗？他不生我气了？怎么着？你想让他八抬大轿把你给抬回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黑不提白不提回去上班，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不反对你一声大笑出门去，但是啊，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先？什么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代购药品，现在取保候审。这可不是一个小忙，但是你是一个好人啊！没你想象的那么好。我已经跟马师傅说好了，让他按上班的时间来接你。一会儿见了。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纵然百孔千疮，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喝哪个呀？原味的，谢谢你。哎，我先走了。罗莉，罗老师，请您喝养乐多。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有，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和玲珑美食和解。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我不介意。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为什么？谁让你改的？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拷客户的资料。谁？老洪。改回去。改回去。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比如说，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如果说你不愿，我在跟客户通电话，几百亿的家族信托，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这么说，我要谢谢你了。不客气。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谁跟你说的？你承认了？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你劝我放弃？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而是你的尊严。不，据我所知，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就比如说，你的助理黛西小姐。
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你猜错了，你是个理性的人，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这跟我的面子无关，所以我奉劝你，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有些案子就算了。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好，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你信吗？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富不过3代，为什么？第1代辛苦赚钱，第3代宰卖爷田，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说实话，罗宾，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规划他们的所有，避免他们手足相残。其实对于我来说，多签一个客户，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他们越早知道，就越早能规避风险。好，我知道了。抱歉打搅你了。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好吗？如果你需要什么，直接告诉我，跟我要。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你不上班，办公室没有人，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输入了我的生日，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欢迎回来。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电脑，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哦，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好，我的错，我太懒。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对，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是吗？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有空吗？你说什么时候？是这会儿、一会儿还是下午？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不急，我在办公室等你。马上告诉我，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可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他那索赔20万，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干嘛呀？他想祭奠一下。我啊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
不是你笑什么呀？啊？是的，真特别啊！哎，你回去好好和，别笑了，你回去好好和你们客户说说啊。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我们也不怕。罗宾让你跟你姐说，那笔钱是你让你姐夫借的。要不然的话，我姐会耿耿于怀，执念于我姐夫为什么要瞒着他跟别人借钱。你绝对不能答应。可是，我要真的把真相告诉我姐的话，那我姐会为此事痛苦一生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承担真相，他就不配得到幸福。家族信托这块是由我们所另外一位同事负责。对，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好的，咱们常联系。再见。我记得你父亲跟检察院不要打我父亲的主意。没打你父亲主意，我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跟检察院沟通。那就走正常的渠道沟通好。是正常渠道，你把你父亲理解成歪门邪道了。那你沟通目的是什么？轻判？不判？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先例。我们是超级无敌搭档。我是超级无敌，你是搭档。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那好，你是超级，我是无敌，为什么不能换过来？你是超级，我是无敌。超级无敌，超级排在前面，我以为你喜欢排在前面嘛。那好，我是超级，你是无敌。你好，我找何塞。哦，何塞律师不在。不可能啊，我跟他约好呢。小然，何塞是出去了吧？对，我呢反复的考虑了一下，我还是不能跟你一起骗我姐，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应该骗我姐。那除非你穿裙子上班。哎，我是跟你认真的说。我也是。我去。喂，蓉蓉，你在哪儿呢？啊，你在那儿稍等啊，我现在就派人过去接你啊。一大早我就看见你跟何塞一前一后的进律所。一大早我也看见了罗宾在你的办公室呀。喂。喂，兰兰，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帮我一个忙。那个我今天呢，本来是跟我表妹已经约好了，但是呢，我今天把这事给忘了。你先帮我接待她一下，好吗？谢谢。我吧，其实从来都不忘事儿，这是我头一次忘事儿。你一定帮我跟她解释一下，然后呢，你跟我帮她道个歉啊。你就说我并不是不重视她，今天真的是临时有事儿。罗宾他突然间找我了，他非让我跟他出来。3个问题，他现在在哪儿？前台。他叫什么？蓉蓉。他找你有什么事儿？他没说，他说等见了我的面再跟我说。我想应该是法律咨询这方面问题吧。他自己呢有个小公司，我是他公司终身免费的法律顾问。当然了，你给他不用免费咨询哈，但是呢，你不要跟他要钱，等回头你的钱呢，我替他给你。好，我去接他。我现在要去接何塞的表妹了。你并不了解何塞，我可以花时间去了解。兰兰，我其实不想干涉你的私事。谢谢，你今天真好看。蓉蓉，你好，我是何塞的同事，他临时有点事儿，让我来接待你。
哦，行。我表妹啊，真不容易啊！你说又得当老板，还得怀着孕，还得给你外甥女儿当后妈。你说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他自己乐意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都是好事儿啊！你看，当老板又怀孕，当后妈呢，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男人，这多幸福！只不过，这个男人之前有个孩子，对吧？他还多了一个孩子，不是吗？你有点不舒服吗？没有，我就是怀孕了，有点累，没事儿。吃点综合果仁，补充一下营养。谢谢。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比如夫妻2个人，如果丈夫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就把钱给了另一个女人，那我作为妻子，我有权利把这个钱要回来吗？只要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当然有权利要回来了。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是我自己挣的，我的个人积蓄。如果是你婚前的存款，算作你个人的财产；如果是你婚后的积蓄，那就算作共同财产。不过，就算是共同财产，你丈夫也没有权利随便想给谁花就给谁花，他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那如果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发生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把钱转给了另一个女人，那我还有权利要回来吗？能，除非你有证据。那怎么样呢？起诉。不是，蓝律师，是这样的，我丈夫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我们俩感情也特别好，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他是净身出户，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前妻，但是他前妻还老来找他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上补习班要钱，上夏令营也要钱。我觉得这些算是孩子的抚养费，给了也就给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前一段时间，他又找我丈夫要了一大笔钱，说要买房子，这个我就不能忍了吧？买房子？对呀。你别不说话呀。蓉蓉，我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我会对你好，我们不分开。但是现在吧，这罗琦他也挺可怜的，没地儿住了。他本来说跟那男的一起买房子，这男的就变卦了，所以就变成现在这种状况。小安这不也得跟他过吗？是不是？我们可以变更抚养权，我们来带小安吗？带不了小安，没法带。你这不也怀孕了吗？我们马上也有自己孩子了。我因为怀孕了，我把我的存款、我的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我都交给我丈夫保管。然后有一次特别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我丈夫用那个网银给他前妻转了一大笔钱，然后他说，啊，我前妻想买房子，他钱不够，那个什么，我支援他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发飙了，我说他买房子，你支援他可以啊，你用你自己的钱支援呢，你干嘛用我的钱支援啊？对呀，他怎么说啊？他说他总不能让他前妻流落街头吧？我现在怀孕了，我压力也特别大，我辛辛苦苦赚钱，不是为了给他前妻买房子置地的，你懂吗？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丈夫和他的前妻一起转移你的财产？那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丈夫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他是不会做这种伤害我的事儿的，他就是纯粹心软。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他对别的女人心软，就是对你心狠？他不这么认为。找谁呀？你好，我们找杜飞。我就是。你们谁？我们是您的律师。我叫何塞。这位是罗宾律师。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罪。我没有罪。是这样，能让我们进去说吗？就在这说。我们来呢，今天找你，首先是想向你来了解情况的。情况就是，我爸得了癌症。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我去孟加拉买了一种药，1万多一瓶，效果不错。完了，我就在我爸的病友群里分享了这种药，很多病友希望我帮他们买，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从孟加拉买回来的这个科比替尼啊，它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的。那是药监局的事啊，抓我干嘛？是这样，我呢先给你普及一下起码的法律常识，好吧？在我们国家呢，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物，被认定为假药。有些药呢，在国外是被认可的，但是在国内就不一定被认可了。而且我国对药品管理的制度的严格程度，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你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个药被认定为假药，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是在说我有罪吗？不，我不是说你有罪啊，我是在跟你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就是法律错了。哎，你这样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辩护。谁让你们来的？那你们来干嘛？哦，让我认罪，给我个轻判，门儿都没有。你先别激动，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为你做无罪辩护的，但是前提是你得配合我们。你们能保证我能赢吗？没有律师能够保证赢。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哎，杜飞，别敲了，这整个就是个法盲啊！连起码的法律常识他都没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讲赢他呢？我要跟他形成共识，我得告诉他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算了，这个案子你不要管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内心里边认定他有罪。对啊，他就是有罪。当然了，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可是你看到了，他不能接受了。那我们就去说服他。你连门都进不去，你怎么说服他？所以，这个案子不需要你了。那你也不能甩掉我。你跟何塞怎么了？杜飞到底是谁的朋友？封印不想让我告诉你，封印的朋友。他不想让你知道。哎，他不在办公室。那他人在哪儿？医院。医院？怎么了？他生病了吗？他老婆。陶月什么病？癌。癌？什么癌？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这事儿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陶月不想让别人知道，封印很尊重他这一点。生病了又不丢人，这有什么不能说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生过病。我母亲是病逝的，当年人家都说她生病是因为她缺德，遭的报应。说这个话的人才缺德。杜飞曾经帮陶月代购过科比替尼。懂了。哎，何塞老师，您找我？你把这个整理一下，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好的，我做完以后就发您。不是发给我，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的，我是要在网上
在公众号上，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我要让杜飞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你去完成它，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抱星者杜飞，杜飞是谁？明天你就知道了。喝点什么？喝酒。我记得您不喝酒。不喝酒和想喝是两回事儿。有吗？当然。好。梦之蓝，这酒怎么样？不错啊，何塞的客户。来，尝尝。我听说了，这个杜飞啊，他不信任我们，这不怨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律师啊，就是公检法的卧底。如果他不信任我，我没办法为他辩护。你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能得到他的信任。哎，你了解我，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我知道，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但是杜飞他需要你。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但是，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值得他信任，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我听说了，这个杜飞啊，他不信任我们，这不怨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律师啊，就是公检法的卧底。如果他不信任我，我没办法为他辩护。你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能得到他的信任。哎，你了解我，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我知道，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但是杜飞他需要你。
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但是，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值得他信任，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来，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俩开始是同学，后来做了同事。我们俩亦敌亦友，但是呢，只要我们俩意见相同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在附和他，而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俩意见不同的时候，所有人就都不相信我，而且说罗宾他不是这样的人。哎，我为此非常的愤怒和不解，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是因为他比我长得帅吗？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确实不够了解你。嘉豪还在美国啊？在。那他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吗？陶爷这个人啊，就怕他宝贝儿子知道，所以嘱咐我，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咱们这个圈子啊，就这么大，这个嘉豪要认识这么多叔叔阿姨，万一谁说漏了嘴，说不定就传出去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让他知道。他还有多长时间毕业？还有1年吧。陶岳啊，是个特别怕给人添麻烦的人，包括他的儿子。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吧，怕影响儿子的学业，所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喝了，保密啊！身体最重要，因为健康最贵。没错，所以这酒啊，你以后还是别喝了，多保重。你知道哈，陶岳吃的药如果是正品的话，1瓶多少钱？11万。嘿嘿，你行啊。对，11万，11万，每个月11万，每个月这就是续命的药。我知道。杜飞啊，他代购的这个药是孟加拉产的，是仿制品，11000块钱1瓶。是正价的1/10，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哪里错了。他是一个救命的人，怎么就犯罪了呢？他完全没有法律知识，他和你我比起来，他就是个法盲。行了，老大，你别说了。我会替他辩护，努力替他做无罪辩护。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说得好，上场。嘿，说得好。
Hello， 你的餐好了。您的号牌，请稍等。好，谢谢。哎，上来，你先来。你要什么？哪个面包也有。欢迎。9号顾客，你的餐好了。来2个沃斯水，加蓝莓、樱桃、青柠、薄荷。再拿个燃力面包。杜飞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他看到那篇报信者杜飞了？当然，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为众人报信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黛西来了吗？他来了，我马上让他去找你。他怎么又没来？他加班到今天早上。杜太太，报信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怎么了？怎么了？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法院还没判呢。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这样，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们抓了我丈夫。他们又抓了杜飞。今天来了几个便衣，正好孩子在家呢，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还说因为孩子在家，就不给杜飞戴手铐。这是什么呀？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我为什么要委托你？刻不容缓，请你相信我。恳请你相信我一次。罗老师，您找我？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好，是谁写的？那个报信者杜飞。何赛老师让我写的。你写的？啊。为什么要写？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谁让你发的？杜太太，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马上删除那篇微博。删除。何赛今天有点不正常，你最好躲着他一点。最好躲着我一点。你怎么了？你要删了？罗宾让你删的吧？罗宾太高了，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而且肯定会有截屏，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儿。大家会说，为什么删了呀？姐，你找我？衣服不错，谢谢。唯品会打折买的，肯定比你商场买的便宜。你下午跟我去拜访几个客户。哦，不行，我要立案。什么案？就是那个限期告前妻。就是那个蓉蓉告罗琦。嗯。哎，你知不知道罗琦是罗宾的姐姐呢？现在知道了。那还要告吗？不是我告，是我的当事人要告，我是律师。我亲爱的妹妹。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做他的律师，接他的案子呢？那我已经接了呀。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为什么每次我不听你的话，你总是觉得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呢？那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那你也不是每次都听我的呀。你不听我的时候，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你跟我对着干呀。
翅膀真是长硬了。出去。嗯。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呀？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踢出合作。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你马上去给杜飞办理取保候审。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对，但是因为前2次传唤他没去，所以他就被批捕了。他为什么不去啊？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我们2个是拍档，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这点小事儿，我就不用去了吧？对，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干什么啊？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你找他干嘛？我打算说服检察院，召开一次听证会，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法学教授群策群力。召开听证会，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晒。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办案过程中，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您好，您好，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杜飞先生您认识吧？认识。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给您购买过药品？有这么事儿？他人特好，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您能帮我签个字吗？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司法局的代表，会就案件进行提问。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所以杜飞才不想去，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听证会不是审判，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那我不去行吗？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别紧张。我要去趟厕所。你先去跟大家打个招呼。
玉子，哎，你好，你好，你好。哟，哎呦，何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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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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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好。哎，你们坐啊。好，我们坐。哎呀，你们这个案子啊，影响很大呀，一定要把它办好啊。我明白了，何老师，还请您多多指导。哎，客气。坐，你们坐。您先坐。哎。杜飞，你不要紧张，你就记住一件事儿，态度平和，绝对平和。不管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就放松，保持微笑就好了，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尤其是对负责办理案子的人。我不想进去，我不去可不可以？你不去可以，但是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今天听证会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具体负责办理案子的人。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违法？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承认违法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我听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不要听东听西的，你应该相信我。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绝对不是从中牟利，而是一种善举。你对司法机关对你的指控都是认可的，但你希望政法机关他们能够谅解你，能够对你从轻处理。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相信我，我会努力，会尽全力为你做无罪辩护。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好吗？微笑。何赛，你怎么了？哦，没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你们先进去吧，我一会儿进去。你确定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走吧。哎，罗琦姐，黛西啊，罗宾老师他不在啊？没关系，我不找他，我找兰兰。找兰兰？对，蓝红的妹妹，她告我了。他告您？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呢，杜飞啊，确实构成犯罪，法不容情。你们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意味着国家药品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那些守规矩、守法的制药企业，他们的药品专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啊，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那么在这个20年里，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即便是有些药厂
获得了此药的配方，也不能生产和上市此款药，销售和代理的单一性，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个电话。你是想接案子想疯了吧？是不是没官司打呀？平时？我只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想打官司。如果您可以把财产退回来的话，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撤诉。我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撤诉吧。如果搞不定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如果到时候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那就活成笑话。我不介意多打一个离婚的官司，我也不介意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其实，我的当事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劝过他了。哎，兰兰，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大好。咱俩是一个律所的吧？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你就不能代理被告方。我没有代理，我只不过是作为罗琦姐姐的朋友，我这么说而已。作为朋友，你应该给你的罗琦姐姐尽到普法的义务。可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这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季玉给罗琦买房的购房款是季玉和我的当事人蓉蓉小姐他们夫妻共有财产，但是季玉并没有通过蓉蓉女士的同意赠与了罗琦女士购房款，侵犯了其合法妻子蓉蓉女士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生父生母对孩子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可是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那如果季玉先生认为这笔费用是孩子的抚养费呢？这是购房费，这不是抚养费。我也提醒你，这笔费用的性质它就是抚养费，只不过罗琦女士是拿这笔钱去购了房产而已，这也是为了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啊，完全合法。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应该问他老公啊。问得着我吗？可是你拿这笔钱去买房了，这就是购房费、抚养费。何嘉一老师是我们的前辈，我非常尊重何老师。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杜飞的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他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品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违反了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不得已违反了法律，不是违法吗？当然是违法。罗律师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说杜飞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代购了假冒的仿制药。如果说杜飞的这种行为不违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二，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是这样，何老师，杜飞的行为呢，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生命健康权，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不，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飞为了挽救那些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而铤而走险。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新药的研制、实验都需要资金。一个国外的创新药从研制到上市，据我掌握的资料，它的直接研究支出至少也要7亿美元。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一个药物上市，那么至少也要25亿美元，而且它只有10年的销售期，这只是研发费用，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制造摊销，所以它注定不能薄利多销。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维护药品专利，
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从长远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更大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司法的原则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所以，如果认定杜飞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转交给罗宾吗？谢谢，我想自己给他。那我先下班了，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了。谢谢，不客气。丽娜，谢谢你，我知道你帮了忙。应该的。
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失望。失望，你懂吗？你是不愿和我一起？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可是我们过去是搭档。很久以前，那是很久以前。非常久。我时常怀念过去。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得，过去都是假的。百年孤独，我喜欢这本书。我是因为这句话喜欢这本书。落叶划过你的泪眼，好久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世界里存在吗？老罗，我换所了，是家外企所，在上海。明天一早的机票，没时间跟你道别了。日后你或你的朋友在上海有什么业务方面的需求，记得找我啊，保持联络。另外，我在全景签的客户，拜托你照顾，谢了。都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还在。你过得还好吗？偶尔会想我吗？想没想过重逢的一刹，会把我紧紧抱住吗？你过得还好吗？还会有一些期待吗？我还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
谢谢鼓励，继续努力。喂，老大。喂，老大。罗宾啊，你到哪儿了？马上到你办公室门口。好，等你。好。来啊，罗宾，李会长等你半天了。你好。您好，您好。你们主任说你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哪里，让您久等了，请坐，请坐。喂，你好。帮我接罗宾。罗宾现在正在忙。跟他说是季玉给他打电话，让他接电话。他现在可能不太方便。杜飞案的处理不光推动了医药管理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我们司法理念和执法观念的转变。我们律协有很多年轻律师，你给他们做个讲座吧。不敢。其实这个案子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呢很优秀，比如说有何塞、黛西这样的，真的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你就别再推了，给年轻律师办讲座，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是你们这些成名律师的责任。哎，你放心吧，他肯定去。他要是不去的话，我可找你。好。年轻律师缺少的就是实战经验，你好好给他们传授传授。就以杜飞案为例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请。再见。再见。哟，对不起，你们先走，我接个电话。喂，我是，你老爸还在生你的气呢。冯老大说了，过几天找个时间专门去看望你父亲，顺便解释一下。虽然我们对案子的意见相左，但这并不代表不尊重他。刚才那是咱们律协的会长吧？没错，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学生。我当然认识，可是他见着我像没看见一样。可能下电梯没注意到吧？我都听见了。听见什么了？你要去讲课，杜飞案。啊，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去讲。什么叫如果我喜欢我去讲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话，你去讲嘛。我是从来不喜欢给别人讲课，我也从来都不喜欢给别人讲课。不喜欢就不喜欢，那么大声干什么？我们俩是超级无敌啊！我是超级，你是无敌，我们俩是搭档。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功劳全是你的，所有的荣誉也都是你的。我猜你刚才连我的名儿都没提吧？何塞，你真的是个小心眼儿。你猜错了，我提了，我不光提了你，我还提了黛西。对，这就是你贬低我的方式。你不拿我跟你相提并论，你拿我跟你的助理相提并论。看看几点了？你迟到了。如果你准时到的话，你就会在场，你可以当面向领导汇报工作。可是你呢？
利用上班的时间去买水果做的水。你别占了便宜又卖乖啊！我占什么便宜了？哎呀，你好无辜啊！你无辜的就像水果水一样。蓝红的告别信，他辞职了，去了一家上海的外资所。还有什么事儿吗？季玉，他可能要找你麻烦。怎么了？他找你了？什么事儿？他没跟我说什么事儿，但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直说？罗琦又不让他看孩子了，而且可能要终止他的探望权。为什么？因为季玉要当爹了吗？要我说，这次不是罗琦的错，是蓉蓉开的第一枪。蓉蓉？蓉蓉把罗琦给告了。喂，说。陶月，嘉豪这孩子也是我儿子，我和你一样爱他。但是这件事他做错了，这孩子太任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不是说不给他钱。好，你先消消气儿。这样吧，我现在回家了，咱们见面再聊。好。妮娜，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第一，你一直在忙杜飞案，忙到飞起。你太夸张了。如果你想告诉我，发个微信都可以跟我说一声。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止我一个人。何塞也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不告诉你呢？何塞不告诉我，当然可以理解。蓉蓉是他表妹，那我不告诉你，你应该也可以理解。蓉蓉的代理律师是兰兰，兰兰是蓝红的亲妹妹。如果是我告诉你的话，你也会觉得我在挑事儿。妮娜，我们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总该是有的。是的，我们以前是有这种基础的信任，但是自从蓝红来了之后，只要我提跟他沾边的事儿，你就觉得我是故意针对蓝红。你甚至还警告过我说让我不要挑拨你和蓝红之间的关系。你用警告这个词也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我这么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只要跟蓝红沾边的事儿，没有人愿意掺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你前女友辞职了？她的亲妹妹代理了你亲外甥女儿的后妈，告了你的亲姐。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火上浇油啊？我火上浇油？你怎么不去怨那些点火的人呢 ？OK， 麻烦你现在帮我约一下季玉，我要请他吃饭。他要是不愿意来呢？你会有办法的。兰兰，我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啊？我无意中我翻了一下你朋友圈，我怎么看不了你朋友圈了？是不是你把我给屏蔽了？我给你买了那个燃力的那个手工面包了，要不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兰兰。我前一段时间呢，我的确是太忙了，你知道吗？我又复盘了一遍咱们俩上次吃饭的事情。的确啊，的确我们是，闹了一点小的情绪，闹了点小矛盾，但是都赖我，知道吗？都赖我。是因为我分神了，是吧？我不够专注，所以我得向你道歉啊！这件事情太不礼貌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好吗？
我道歉的意思呢是这样的，我要以我实际的行动来改正我的错误，啊，我想呢，你能不能跟我呢再吃一次饭？我这次一定不分神啊，一定。你先出去，我这有事儿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蓉蓉告我姐的事儿？不是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是我上级啊，我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你之前还说我们是搭档，对，你是超级，我是无敌。对吧？我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在你心里边，你从来想的都是你自己是超级无敌，而我呢，只是跟在你屁股后边的一个透明小伙伴。所以咱俩之间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起平坐啊，不存在什么荣辱与共，当然不存在。罗琦是我姐，蓉蓉是你表妹，你表妹告我姐律师是你介绍的，你连跟我说都不说一声。哎。当时我正在陪着你跑杜飞的案子，对不对？忙的是焦头烂额的，这事你知道啊？啊，我表妹来找我，我当时不在单位，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兰兰，怎么着？你这是在找借口，不知道兰兰给你表妹出过什么主意。律师是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的，兰兰现在已经成为了我表妹的律师啊，那么她就有保密的义务，我尊重她这一点。所以说。从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兰兰任何我表妹的事情，兰兰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任何这件事情。虽说蓉蓉她是我表妹啊，但是既然她已经成为了兰兰的客户，那么我就不能再去找兰兰去打听任何蓉蓉委托给她的事项了。你可能觉得蓉蓉是你的客户。你要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但是我告诉你，你太年轻了。当有一天你到了我这个岁数，那我也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我哪儿得罪你了吗？你没得罪我，但我看不惯你欺负人。我欺负谁了？我欺负你了吗？你一直都在欺负我。你找人告了我姐。我来问问你怎么回事，这就叫欺负你。你们俩真的是真爱，我信了。所以，祝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嘿，罗炳，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那今天还回来吗？有事吗？有一些报销单需要您签个字。哦，儿子再说吧。哦，对了，兰红跟你说了吧？他说他走了，他把他那客户都给你了。好，走了。他儿子。他儿子？他儿子怎么了？不是一直在国外读书吗？说是在国外读书，其实一直用他老爹给他上学的钱在干别的事情。真不上心，封印都快气疯了。那陶月知道吗？知道有什么用啊？知道这也是亲生儿子，用的也是亲爹亲妈的钱，总能告他是诈骗吧？也不能送公安局去。黛西去哪儿了？他在楼下咖啡馆办公呢。为什么去楼下咖啡馆办公？因为你不让他在律所里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啊。你就为这点事儿，你就从上海飞回来啊？我都气疯了好吗？你看我这上我上的，你看看。哎呦，还真是呢。哎，我那个屋子空着呢，带钥匙了没有呀？有，我还能过来找你。就知道，来拿着，拿着。哎，我跟你说啊，真的挺气人的。刚开始我还觉得他爸妈挺好的，一听说我们要结婚，就主动给我们买房子。后来我这一想，越想越不对劲儿啊。他们家主动给我买房子，他们家付首付，那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那这房子以后就和我没关系，对吧？如果房本上是你男朋友的名字，你俩婚后一起还贷，那么还贷的部分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就是你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那为什么我爸妈和我说他父母出的首付，房本上没有我们家人的名字，那以后房子就是他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说房本上是他父母的名字，而且是他父母付的首付，那么这套房子当然是人家父母的了。所以呀，我就和我男朋友说开了，我说你爸妈出一个首付，号称给我们买房子，但婚后我和你们家一起还房贷，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相当于我帮你们家买房子，我等于扶贫呢我。哎，你个大傻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呀？你这么说多伤人呐！那我怎么说呀？啊，好听的话都被他们家给说了，说美薇呀，你作为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不能让你受委屈，房子呢就我们来买，月供呢由我们帮忙供，你们的钱用于家庭开支。我这一想，他们还挺会算账哈。我能和他们儿子过一辈子就过一辈子，过不了一辈子，他们还落一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我什么也落不着。我的钱用于家庭开支，他们的钱用在月供上。你这么想嘛？你最起码还落着爱情了呀。我呸！那我还结什么婚？我光谈恋爱不就得了？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婚姻啊？婚姻制度本身是产权制度，他们家把钱花在不动产上，我的钱用在消费上，想什么呢？太鸡贼了吧他！那你就一怒之下，你就从上海飞回北京了？我为什么去上海啊？我在哪不能创业呀？我千里迢迢去上海，我还不是为了他呀？我为我们的幸福而努力，他们家在背后给我弄算盘珠子，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请您喝咖啡。我给你发工资，不是让你利用上班时间去给我买咖啡的。您不是经常喝他们家的咖啡的？那也用不着你去买，我自己有。罗老师，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找你咨询，那为什么不在律所咨询呢？我们有咨询室，有会客室，有客户接待室。因为您说律所禁止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那你知道律所为什么要禁止免费的法律服务吗？因为场租费很贵。那你还这么做？所以我就换到咖啡馆去了嘛。好，那我们现在定一个原则，以后每一个月你只能对一个客户进行一次免费的法律服务，没商量。怎么了？你知道罗琦告了季玉吗？是蓉蓉先告的罗琦姐。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好，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去说服罗琦还钱。撤诉。一点默契都没有。可是如果罗琦姐不还钱，那么蓉蓉就一定会告她，哪怕是输也要弄得鸡犬不宁。如果蓉蓉她折磨罗琦姐，那么罗琦姐就一定会惩罚季玉，不让她见孩子，剥夺她的探望权，以惩罚季玉的方式间接惩罚蓉蓉。所以你认为关键点就是还钱？没错。但是我觉得罗琦姐她100%不会还钱。如果说她以前还有还钱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她一定会认为说有什么大事儿啊，非要这样告来告去。行，你恶心我是吧？那我就恶心你老公。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只能让季玉去做工作？季玉她要是会做工作，也不至于让局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你的建议呢？那就让他们打官司呗。他们既然喜欢打，那就让他们打呗。怎么了？这不是您一向的主张吗？怎么到了您家人身上？不，我一向的主张是能不打官司就不打。所以你现在去了解一下蓉蓉的成长历史，包括她的家庭背景，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朋友，有谁对她有影响，包括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没有养过宠物。您是想要说服蓉蓉撤诉啊？总要有人先松口嘛。那为什么不是罗琦姐先松口呢？你刚才说了，罗琦告季玉，那是因为蓉蓉先告了罗琦。那也是因为季玉她在没有经过蓉蓉
同意的情况之下，就给了罗琦姐一大笔钱，让她去买房子。你也说了，想让罗琦还这笔钱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您的意思是，在罗琦姐她不还钱的前提之下，还要让蓉蓉撤诉？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那怎么可能嘛？除非蓉蓉出车祸死了。我发现你这嘴也够毒的。我跟您学的。那你能不能跟我学点好呢？学什么呢？出去，按我说的办。好的。罗宾，我给你打电话说你忙，现在蓉蓉要告罗琦，你站哪边啊？你这躲着我是心虚呢，还是没想好怎么面对我，怎么跟我说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一辈子都是。所以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案子啊，你别跟我说我不信。但就算我相信你是个大忙人，也就是说，你公司是个大公司，对吧？你有很多的律师啊，这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律师都在忙什么，尤其是这种案子又是小案子。又或者啊，你有你的原则，对吧？别的律师在做什么啊，是什么进度你也不知道，也不好问，这我理解，我明白。但是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听听我心里在说什么。罗琦于我而言呢，她不是别人，她是我的前妻，是我孩子的母亲。我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没让她幸福过，所以我内心很愧疚。所以这次她跟我借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我把能给她的钱我全都给她了，就是作为一种补偿。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娘俩过这种日子。蓉蓉跟我说了，她说这笔钱呢，是她留给自己跟肚子里的孩子的。我什么都没想。他想住最好的产房，我不能让他们娘俩就这么过。想找最好的医生，你一定把钱给我要回来，要回来才行。你说现在罗琦上哪儿还这钱？就算他有钱，他也还不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我怎么就混成现在这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以前大家都说我是暖男，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我。就算是我后来离了婚，也很多阿姨也愿意把他们的女儿说嫁给我，因为我善良。但我怎么现在就被别人说成渣了呢？我哪里渣？哪儿渣？你告诉我。你给谁发微信呢？给你发的。那为什么不发给我呀？你这不是已经来了吗？不，你真的，我真的给你发信息，你看。我看不见，你发给我吧。哎，我再斟酌一下哈。你生活当中是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要像写法律意见书一样？那你觉得这样是好呢？还是坏呢？你知道上次吃饭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欢而散吗？不知道。后来罗宾他教训我了，他说谈恋爱啊不是分对错。你还真是什么都跟罗宾说呀。来，你坐。欢迎下次光临，是不是你请客呀？那必须。那我们就唱歌。哎，您好。你好。您几位？2位，厉小姐定位的。好，我帮您查一下。好，谢谢。哎，姑娘，谢谢。哎，那你看看我这么给你发行不行？收拾了吗？
好巧啊。是挺巧的。反正既然碰上了，我就打扰一下二位。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两位。我们不是你的代理律师，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更何况现在是下班的时间。我跟你无冤无仇吧？就是你来挑唆我现在的妻子去告我的前妻是吗？就为了赚点钱，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按这个诉讼的标的拿提成的，但就为了赚钱干这种事儿，你晚上睡得心安理得吗？我晚上睡得可香了，干缺德事儿的人是你。我干缺德事儿啊？我缺德？我还就告诉你，我从小什么都缺，我缺钱、缺爱，我缺机会，我甚至缺心眼儿，但是我就不缺德。他凭什么说我缺德？他凭什么说我缺德？姐，这是餐厅，不是餐厅，他说我不，就是缺德呀！干嘛呢他们？不知道，这是餐厅啊，大家吃饭的地方，大家都是来这儿啊享用美食的，对吧？你也一定约了朋友吧？你朋友呢？你约的谁啊？罗宾。罗宾，刚才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他好像被什么事缠住了，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你不用给丽娜打，就是丽娜帮我们约的。也约这儿吗？对，丽娜她有的时候脑子犯糊涂，也可能约的不是这儿啊。你是想让我走是吧？影响你们两个了？啊？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干嘛呢？今天穿的这么帅，口袋巾都放上，这么正式。约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我们两口子吃个饭，不，那个我们俩在这儿吃口子饭，啊，就是吃口子饭。两口子吃口子饭。你的何大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你啊？在你们律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禁止办公室恋情。如果一旦发生了，有一方必须要离开律所，他有告诉过你这一条吗？律所是有这条规定啊，但是说的是禁止办公室恋情。我们俩现在只是交往阶段，并不是恋人关系。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发展成了恋人关系，我们有一方一定会离开律所。离开好，喂，金玉，我是丽娜，不好意思啊，今天跟罗宾见面的地方换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把新的地址发给你。成，我过去。是约错了地方吗？是，但也别太操心了，反正接下来呢，你们两个应该好好的聊一聊。万一你们真心相爱，一旦进入了正式的恋爱关系，看看谁是那个离开律所的那个人，是你还是你？反正得有一个，不打扰了，慢慢享用啊。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是有自知之明，缺钱，缺心眼儿，最缺的就是德。哎，你说他一个快离2次婚的人，凭什么来教育我们未婚的人？先生您好，您的菜已上齐了。谢谢，请慢用。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律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因为这个办公室恋情，它会影响律所的整体公正，而且会导致工作关系的失衡，尤其是这种上下级关系，比如说像你我之间的这种啊，我呢是高级合伙人，你呢是一般的受薪律师，这样有的时候会造成公私不分明。那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在一起了，还要偷偷摸摸的？那不行，我何塞做事情，从来都是光明磊落。那我们谁辞职呢？剪刀石头布？不，那个我们不开玩笑啊。那要不我们投硬币吧？你看哈，我呢是高级合伙人，我不能轻易的就辞职啊，我得对全景负责任，而且呢，我的那些重要的客户，我要对他们负责任。我也有。不，你就是我妹妹蓉蓉嘛，到时候可以把她转给我。那我们说好了。说好了。我们就做同事。你看我们效率多高，
才吃了一顿饭，就决定了要做一辈子的同事。不，为什么啊？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人做同事更合适。何塞老师，谢谢你的晚餐，我先走了。兰兰，再见。兰兰，兰兰，兰兰。你知道罗琦为什么管我借钱吗？就因为这个王丽她中途变卦了，知道吗？那看这意思，现在是和好了，那钱就还给我呗。你小点声，这事儿我回头问问罗琦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给他打电话。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用你的打，我打什么电话呀？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肯定骂我一通就挂了。再说了，连你都怀疑我，肯定知道蓉蓉告了。那么你说他是不是更得怀疑我？是我挑唆兰兰告诉他？你有这动机吗？我没有。你有，你当然有了，怎么会没有？兰兰是蓝红的妹妹，罗琦又跟蓝红是有仇的，所以他说他在给他姐报仇呢。然后他姐是你前女友，你站在了你前女友的这一面啊，对，上次你还帮蓝红去争家产，就把你亲姐这咔嚓就给牺牲了，所以就因为这事儿还导致了他跟王丽之间的这个误会和矛盾，你是再犯。你再胡说八道，你的事儿我真不管了。你的事我真不，烦不烦？你烦不烦？喂，啊，在回来的路上，对，跟罗宾在一起呢。你和罗宾吃饭，为什么要骗我说见个朋友呢？我骗你什么了？这罗宾不是朋友吗？很好的朋友吗？哎呀，这回来路上在车上呢。好了，先不说了。我算知道了，你为什么不结婚？智者，太睿智了。你瞅瞅这蓉蓉以前没结婚的时候对我什么样？宽容体贴。你再看看现在，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小安要听话，今天啊。然后你听妈妈说啊，你到时候啊，老师问你什么，你要抢先回答，听到没有？啊，乖一点，不许粗心啊。好，去吧，加油啊！好。你找我律师谈去。我不是作为律师来找你，我是作为你弟弟来劝你。那你劝蓉蓉撤诉啊？这是两回事儿。蓉蓉告你是让你还钱，你告季玉是剥夺他对小安的探望权。我的意见是啊，这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纠纷，绝对不能波及到孩子。小安是我的孩子，他们家太事儿，我不想让小安一天到晚跟他们家发生关系。但这对小安不公平，这对季玉也不公平。我还要去上班呢，我还要面对很多没有孩子的同事，一起跟他们竞争 KPI 呢。我还觉得对我不公平呢。我年纪大了，我需要照顾，我找谁说理去啊？不，我跟你讲，罗宾啊，咱们俩在一块儿，以后少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离他们远一点儿。你虽然是律师，但你不是我的律师啊，对不对？医不自治，律师也不应该老是打自己家的官司。
我是你姐，你是我弟，以后咱俩在一块儿啊，就谈些高兴的事儿，像小时候一样多好啊！烦死了，一天到晚谈这些事儿。什么叫烦？我现在在跟你沟通，我不想听。你去跟我的律师沟通，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哎，你能不能别走啊？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上班来不及了，你不上班啊？赶紧的。你慢点开。忙去吧。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谢谢，不要打搅我。我不会计较你对我的态度，鉴于你刚刚受过伤害。丽娜，我告诉你，你自以为你了解所有人，包括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在很年幼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已经被规划好了。别人最多是被包办了婚姻，我是连我的人生都被包办了。谁包办你了？我父亲。他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明白，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要么做律师，要么做法官，要么做检察官。总之，我只能干这个事儿，子承父业。别的事情，艺术、唱歌、跳舞，那都是其他孩子要做的事儿。所以我就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由我父亲做主，他一手包办了我的一切。这不是也挺好的吗？至少你还有一个关心你的父亲。不像我，25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配偶包括恋爱关系、情侣关系、直系血亲关系，3代之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同学要从小学同学算起。何老师，啊，前女友算不算？算。我要求你们用签字笔，用正楷的书写方式填这张表，填上自己的名字，时间要精确到分。下班之前交到我办公室。但是我今天下午要开庭。我说的下班时间是今天0时之前。这不算侵犯我们个人隐私吗？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没关系，没关系。好，谢谢。对不起啊，谢谢。你几层？我19层。哎，你也去19层啊？啊，19层是我们律所，你是去咨询的吗？算是吧。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没有。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啊，你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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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怎么着，在这儿聊啊，还是找个地方坐下？看你。我以前从来没发现你这么随和呀。我一向是先礼后兵。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没关系，没关系。好，谢谢。对不起啊，谢谢。你几层？我19层。哎，你也去19层啊？啊，19层是我们律所，你是去咨询的吗？算是吧。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没有。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啊，你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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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怎么着？在这儿聊啊，还是找个地方坐下？看你。我以前从来没发现你这么随和呀。我一向是先礼后兵。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你对我有意见，冲我来。别折腾罗琦，行吗？我对你没意见。虽然你让我失去了一个客户，但是我不怨你，怨只能怨我自己没有本事。这样，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我们全庭来。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客户，甚至可以把我的客户给你。我到全景来，那就意味着我就不能代理你姐姐的案子。没错，毕竟蓉蓉是我们的客户。可你姐一样可以找其他的律师。你之前就跟罗琦说好了一起买房子，现在你们复合了，你们就可以按照计划去买房了，所以罗琦也就可以把购房款还给季宇。哎，这个要说清楚，不是购房款，是抚养费。不管是什么，只要你们承诺还钱，我就可以说服蓉蓉撤诉。他可以不撤诉，反正他也赢不了。既然你有把握蓉蓉打不赢你，那你为什么还要让罗琦告季玉呢？很简单，因为我也是个律师啊。你让我差点失了业，我总得证明一下我自己吧。可你有没有想过，小安有一天会长大的。如果他知道是你害得他见不到他父亲，他会恨你的。我无所谓，反正他也不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你这话告诉罗琦。我会告诉他，你并不是真的关心小安。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他不会相信你的，因为我做得很好。那如果我把这个给他听，他会信吗？而且我会把这个交给季玉，他可以要求变更抚养权，因为小安跟着你这样的继父，不利于他的身心健康成长。老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你为什么老在同一个地方跌跟头呢？你想过吗？所以，好好想一想，劝劝罗琦，好吗？你随便吧，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愿意看到你姐姐心碎。不是我是替我同学来咨询的。啊，对你同学，你同学，他喜欢艺术，所以他就拿家里给他上法学院的钱去学了艺术。现在钱要花完了，他想问家里再要一些，可是家人知道真相了以后就不愿意给了，对不对？主要是我爸不同意，其实我妈是同意的，她从来都不勉强我。但我爸呢，他就是个暴君，他……我说的是我同学他爸。所以我同学就想知道，他该怎么样完成学业。
他就差1年就毕业了，但是他爸死活就不掏1分钱。说句实话，因为你同学欺骗爸爸在先，所以老父亲悲愤交加，这算咎由自取。你是不了解我爸那个人，我爸那个人固执得很，全家都得听他的，连我妈都得听他的。我要是一开始就跟他说我不读法学院，去读艺术学院，他肯定暴跳如雷，早就不给我1分钱了。你到18了吗？我21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强迫你父母给你交学费了。我爸不愿意给，但是我妈愿意啊。这主要是我妈身体不太好，她很早就不上班了，所以钱都在我爸手里。当然也都是他赚的。我说的是我同学家的家庭情况。我明白，我明白。我就跟你说一点，虽然说你妈妈不上班不挣钱，虽然说钱都是你爸爸挣的，那也叫夫妻共同财产。不能说你妈妈没有上班没有挣钱，她就没有资格去花钱，没有资格去做任何的决定。即使他们离婚了，其中至少有1半的钱还都是你妈妈的呢。好，再见。我就是提供一点小小的可能性而已，并不是最终的，就是一点点可能。哎，主任。哎，爸，走吧，到我办公室。谢谢谢谢。你怎么能给他儿子出离婚析产的主意呢？我知道这是他儿子的。我说丽娜姐，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我以为你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就算你不知道，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给人家出主意让人家离婚呀。哎呀，是他把他爸说的特别的专制，说他跟他妈长期匍匐于他的专制之下。这你也信？这个封家豪一点都不省油，他完全不懂得心疼他父母。他妈妈都病了好几年了，一直瞒着他，不敢告诉他，就怕影响他学业。可他呢，过年带着他女朋友去周游世界，还骗他们家人说他在实习。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一生，哪怕是穷困潦倒。你说的对，你已经超过18岁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我告诉你，从今往后，生活费、学费最好你自己解决，记住。你回来，这边。是。你宝贝儿子刚走。今儿早上我出去办了点事儿，我不是因为他不听我的才对他搞经济制裁，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这是什么呀？这是？你又不是文盲。你们都填了吗？我们的简单，什么都没有，都交了。地下恋、前男友、暗恋对象都要填哦。这算侵犯隐私了吧？这。哎，咱们老大最近怎么了？这段时间心神不宁的，老不在所里待着。我怎么到现在都没看罗宾？他晚一点会来。你也告诉罗宾，这2天我们家里事儿比较多，律所的事儿，他代管，我就不给他打电话了。好，有事我让他给您打电话。如果我不接电话，让他自己做主。诸位，
你们的表都填好了吗？不是晚上下班前填好就行。你需要那么久吗？你有那么复杂的庭史吗？复杂到一直要填到下班吗？我准备开庭的。我有一个问题，说。律所让我们填写的这些个人信息，涉及到侵犯员工的隐私问题啊。这上边吧有一些特别隐私的问题，就比如说什么小学同学、初恋情人、暗恋对象什么的。那这些是不是应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同意之后才能披露啊？你敢公然的顶撞我？没有，何在老师。我一直非常好奇，你是什么来头？你之所以拒绝填这张表格，是不是因为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何在老师，我真的觉得您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因为您这是典型的。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你不用填这个表格了啊！你被炒了，我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后台是什么。今天你和我，要不你在这儿，要不我在这儿，要不你走，要不我走。兰兰把他给拒了，那他就把我们当出气筒了。你说的没错，他就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你就当他在发病，是病人，啊。你先躲躲，等罗宾回来，让罗宾去解决。谢谢。您是说黛西给嘉豪出主意，让您跟陶月离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您先别急嘛，这样我马上到律所，我问问黛西。你不能总护着黛西吧？您当年也是这么护着我的。哈，你承认你护着黛西了？我这是爱护的护，不是袒护的。如果说黛西真的这么做了，我马上让她收拾东西走。可如果万一是嘉豪理解有误呢？所以您别急，我先问问，好吗？让黛西到办公室来。他已经被何塞炒了。什么？就因为他得罪了封印？他得罪封印了？谁跟你说的？封印跟你说的？怎么说的？封印想把他炒了？没有。那何塞是为什么呢？他失控了，黛西就撞他枪口上了。其实黛西就是堵了枪眼儿，你都没看见今天何塞跟疯了一样。幸亏咱们国家有枪支管控，不然的话，如果谁给他一把冲锋枪，现在办公室已经横尸遍野了。这是谁搞的？从小学同学写起，怎么不从幼儿园写起？何塞搞的。神经病！所以我跟你说他疯了呀。我看暂时还是不要让他再管助理了。那让谁管？哪怕你先接过来呢。丽娜，你在开玩笑？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你今天根本没有在场。我不用在场。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作一次，几乎每个月一回。这次是百年不遇。你跟他认识100年了吗？为什么我最近不管说什么，你都要呛着我呢？我不是要呛着你，我是要告诉你，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朋友，没有女朋友，没有家，没有孩子，他只有工作。如果你再不让他管助理，他一点存在感都没了。那你就是打算袖手旁观了？要不要我现在跟黛西说，让他明天来办正式离职手续？我只是说不能不让他管助理，并不代表我袖手旁观。通知黛西明天照常上班，何塞没有资格开除他。我已经这么跟他说了。谢谢。但是何塞也说了，这次他绝不妥协，他和黛西必须走一个。好嘞，我这就过来。我没时间，我只需要5分钟，1分钟也没有。何塞，我父亲晕倒了。对不起，没关系，他是冲我，不是冲你。就因为你顶撞了他吗？对于他来说，这就是背叛。怎么能是背叛？充其量是意见不同嘛。你不会理解的。哎，你回来啦？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哎，
干嘛呢？收拾呢。你要走了？你跟男朋友和好了？他求我了吗？哎呦，别那么伤感嘛，我就去嫁个人。谢谢。哦，干什么呀？来抱抱，抱抱。你和麦飞真分了？为什么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有一段时间我们俩老吵。其实我和我男朋友也老吵，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光谈恋爱不结婚，就容易分手。干嘛呀？接啊！干嘛不接啊？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我马上走啊！哎呦，分合很正常，我不消化你啊。对不起，我下一下。你到底到哪儿了？姐，你爸没事吧？幸亏送来的及时，医生怎么说呀？没太大问题。妈现在在里边。要不你跟妈回去，我在这照顾爸爸。你能不能不跟爸吵了？我没跟他吵啊，我从来就没跟他吵过，是他跟我吵。你能不能让着他点？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你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在家里养花、种草好不好？或者你上广场上跟大妈们跳舞去。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啊，你还四处给人当顾问，还去参加什么听证会？你这叫让着吗？这就让着爸吗？啊！我这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太伤人了，以后你别实话实说。我都听妈说了，你在听证会上那么多人，你当着那么多人面，你顶撞爸。姐，那叫听证会，好不好？听证会就是要做到公开公正，大家就是要坐下来啊，面对面的把自己心里想说的事儿都掰扯明白了。不是，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私下里跟爸说啊。你当着那么多人面，他的脸往哪儿放？我是律师，对不对？我得把我的意见说出来吧。如果希望我不在这个场合出现，那当初啊，他就不应该让我学法律啊，他就不应该逼着我，让我去上什么法学院。法学院，爸要是不逼你，你现在就是个导游。导游怎么了？导游光荣啊，我喜欢。你是来吵架的是吧？我不是跟你吵架，我是在跟你讲道理。行了吧，你跟我讲什么道理 ？OK， 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不要跟爸讲道理，行吗？他都这么大岁数了。他年轻时候就这样，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他从来不听别人讲道理，只有他给别人讲道理。他就是道理本尊。你要是这样，不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想进去，你就只能说一句话：对不起，爸，我错了。要不然你做不到，你就别进去。终于等到你，请坐。你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大概知道。说说看。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把我的回答告诉你吧。第一，我的当事人不会撤诉，我也不会说服我的当事人撤诉。第二，何塞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一，我不是来跟你讨论何塞是否是成年人。二，提醒客户诉讼有风险，是律师的义务。所谓诉讼风险，无非就是我们的官司打输了，季玉给罗琦买房子的钱我们要不回来了。但是我是这么跟我当事人说的，你听听对不对啦？如果我们不去打官司，这笔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我们倒不如打官司去试一试，也许会碰到一个痛恨前妻、同情现任的法官呢。我们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哪怕要回来一部分。最坏的结果就是这笔钱要不回来了，官司输了而已。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又输了一个案子，季玉丧失了对小安探视的权利，小安就此
仇恨自己的亲父，并把账记到了后妈蓉蓉的头上。还有最坏的结果，我们也都已经想到了。你和齐宇是夫妻，你们没有婚前的协议，这就意味着你在婚后的收入，包括你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你知识产权的收益，你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我想好了，大不了就离。客户在义愤填膺之下，难免说出过分的话。但是作为律师，律师的职责不是趁火打劫、煽动仇恨。我没有煽动仇恨，我非常认真地帮助了我的当事人，避免他的利益再遭到损失。利益，说得好。但利益并不就是指财产，还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情感价值。有些情感毫无价值，不但没有价值，还有害，就像长在身上的毒瘤，越早切除越好。你说小安是毒瘤，我说你姐姐罗琦，罗琦是季玉的前妻，前妻就是婚姻的毒瘤。你别忘了，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只有趁早的切除了毒瘤，才能想到长治久安。切除毒瘤并不意味着把毒瘤细胞全部连根拔起，甚至还会过早的死亡。那就把死亡的婚姻彻底的解除掉，重归单身。人家只是来找你了解一个财产问题，你就给人家出主意，让人家把婚给离了。你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的法律，我们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婚姻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作为一项制度被发明出来的。人类之初，大家都过着群居群宿的生活，那是石器时代的事情了，你绕远了。说重点好吗？重点就是，婚姻是作为一种程序，用程序团队编程出来的，它出现了很多的 bug。在后期的运行当中，不停的需要打补丁，这个打补丁的过程就是婚姻法的立法过程。不同的程序团队打不同的补丁，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离婚补丁这一项，只有现代文明进步的国家才会有离婚自由这个补丁。所以你的结论是，作为律师，建议别人离婚也不算缺德是吗？我认为建议我的客户跟渣男离婚算是功德无量。你不能随随便便判定对方是个渣男，尤其在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我没有随随便便，我是深思熟虑的。我不用去了解吉玉，他就是个渣男。你不觉得他渣吗？他拿自己老婆的钱给他前妻，哎。兰兰，我建议你再去重读一下婚姻法，重点理解一下法律上是怎么界定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法律上为什么这么界定。同时，我顺便说一句，你不适合做家事律师。你对婚姻的偏见以及幼稚的理解，有碍于你给客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你这是激将法，我懂。我宁愿你说我幼稚，我宁愿你说我对婚姻有偏见，我也不会说服我的当事人撤诉的，除非你替罗琦把钱还上。好，我同意。我同意。但我有一个条件。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姐知道。你跟你的客户还需要再签一个保密协议，立即撤诉，并且永远不能以同一理由起诉罗琦。同时，你要说服罗琦赶紧撤诉，并且写谅解书，互不追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你起草协议。你起草协议，明天10点发到我的邮箱。否则呢？否则，我当做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兰兰，你跟何塞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是指哪方面？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六亲不认这一点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帮我姐姐争取到了100亿家产，还帮我拿到了我来全景的第1个案子。不过我这个人呢，铁面无私，不，
没有你想象那么好。不过你跟何塞真的应该相爱。来，干嘛呀？出去！不是你干嘛呀？我不想让齐然误会我。你听我说。我不听你说，你不要你们一吵架就过来找我，我又不是警察，你给我出去！不是我们俩的事儿，我爷爷的事儿。爷爷？啊，你爷爷怎么了？我爷爷又被骗了。什么情况啊？啊？这事儿吧，这事儿跟齐然有点关系。确切的说，这事儿应该是跟齐然他们家有点关系。他们家那么有钱，骗你爷爷？他们家主业是做保健品和养生品的。我给你看个东西。这盒保健品号称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卖8888，我爷爷被骗了10几万。爷爷他是怎么被骗的呀？他在养老院的时候认识一个老人，我估计老人是一个托，忽悠他去体检去，在体检中心认识了一个保健专员，保健专员跟我爷爷说他血脂高、血压高，容易得脑血栓，推荐他买这保健品，买了10几万的，而且还是打对折了。然后爷爷就买了。买了。可是他当场怎么会带那么多钱呢？他当时没带那么多钱，人家服务态度特别好，专门让我爷爷去银行给他转的账。我爷爷的账户绑的是我的手机号啊，我当时一看转了那么多钱走，那我以为他账户被盗了呢。那你报案了吗？我觉得受害的不是我爷爷一个人，这也不是我爷爷一个人的事儿。我认为他们骗了很多人。齐然怎么说？他说他父亲是靠这起家的，他非常相信他父亲。但是他也跟我说了，如果爷爷认为他买的保健品是吃亏上当了，他可以把钱退给我，这不是钱的事儿。但问题是我爷爷已经被他们洗脑了。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起诉你未来的岳父，说他卖保健品骗了你爷爷吧？齐老板是龙科的客户，也是我们廖主任的朋友。是我懂，而且廖主任还是你们的红娘，你不方便出面，你就只能借刀杀人，而我就是这把刀，对不对？你可以拒绝，但他们是在害人，他们还会害很多人。你好，你好，我是麦先生的议定监护人，他在你们公司购买了大量的保健品，我今天过来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些保健品的具体情况。哦，对不起，您可以找售卖给麦先生的保健专员。我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休假，那就只能等他休假回来了。你们这儿呢是一个公司，不能说客户遇到任何的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一个推销员的身上吧？这个我们也……黛西，我听说你被 fire 了。你听错了，谣言。不是吧？是当众，大家都看到了。坐。我们律所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有预感，你我早晚会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见面。咱们言归正传。哎，你确定你不是公报私仇？我和你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私仇，你我有利益冲突呀。你的前男友在和你分手之后和我在一起了，那跟你们欺诈老年人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欺诈老年人，
我们是一家保健品公司，我们保证老年人的健康。有数据表明，使用我们产品的老人平均寿命都超过普通老人。你们家的数据是假的，是做出来的。黛西，你生我的气我能理解。我今天过来是来了解你们家的保健品的。对不起，你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不为60岁以下的人提供服务，你还太年轻了。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60岁以上的人维权的。协议你看了吗？已经发给蓉蓉了。什么时候可以签？你给罗琦看了吗？我发给他的律师了。你跟王丽律师说一下，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过了今天，直接走法律程序。你跟蓉蓉也说了吧？我跟他说了，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要给何塞看一眼。为什么给何塞看一眼？比较信任何塞啊，重要的文件、合同都要给他看一眼。你可以催催何塞。丰毅说这2天家里事情比较多，他不来了。黛西呢？还没到，他来了我让他找你。建明姐，事情比较急，我就直接下来了。看来还是不够急，否则的话您早就打电话让我上去了。我之所以不上去是下来，是因为我不想在我的律所谈这件事情。那是什么事儿呢？您说。你的助理要起诉我的客户。您是说黛西吗？你别假装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客户7家长寿俱乐部。这样吧，你把黛西叫进来，直接问她。您是说现在吗？是啊，那这样我们就不必有不必要的误会和怀疑。我从不撒谎。你是律师，律师的职能之一就是为当事人撒谎。您说的是其他国家的律师，中国律师如果明知道当事人有罪还为当事人撒谎，是要被吊销律师执照的。你什么时候跟何塞一样那么教条？不，他是教条啊，你是坚持底线。是的。我上网查了，不止我们，有好多老人的家属，他们都在维权。个人对抗公司当然对抗不过了。公司不仅有法务，还有法律顾问，还有专门负责接待投诉、处理投诉的客服。而个人呢，势单力薄，不仅要上班挣钱，还只能在业余的时间上网吼两嗓子，最后还可能被对方的律师发律师函要求删帖，否则就要诉诸法律。这样，如果能找到更多愿意告他们的人，大家联合起来，是不是还有希望？没错。走啦，公公。走吧，拜拜。主任。昨天是封主任，今天是廖佳敏，每天都有人跑到我这儿来投诉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封主任的儿子。不知道你也不能给人建议让人父母离婚啊。那如果有人跟您说他的父亲是暴君，独断专行，不仅不给孩子生活费，而且还不顾妻子死，我错了，我这就去给封主任道歉。算了，保健品的事情廖佳敏已经说了，如果你们确实觉得钱花的冤枉，他们可以退钱，但是你们必须签一个保密协议，承诺他们。那个，我已经召集了10几个人都要告他，他们能都给退钱吗？谁让你这么干的？谁让你这么干的？您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一个专业的骗子，他是绝对不可能只骗一个人的，所以我就受到了您的启发，于是我就好。那我现在再重申一下，你是我的助理，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听懂了吗？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调查蓉蓉，我已经调查过了。虽然我不认可您的做法，可我还是按照您说的做了。调查报告我昨天就发到您邮箱了，邮件显示您已经读过了。我是读过了。所以我亲自起草了协议。早知道你这么闲，应该让你起草。起草什么？和解协议啊？我让你调查蓉蓉，是为了让你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你以为我要干嘛？
那这个和解协议他签了没有？没有。他说要给何塞看一下。我就知道，我在给您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要经过何塞老师过目的，也就是说，何塞老师就相当于他的私人法律顾问。但是除了这一次，何塞老师他要忙于杜飞的案子，于是呢就请兰兰帮这个忙。没想到这个忙帮出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其实我知道，蓉蓉她打从心底里，她可能是有点不大认可兰兰，因为她不是一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这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你不用把你报告里的内容再重复一遍。哦。何塞的父亲，何家一先生，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刚刚。喂。蓉蓉那边没有问题。好。那我马上联系罗琦的律师。我已经联系过了，他就在我对面。有些细节要跟我谈。那你现在马上带他去会议室，我过来跟他谈。对不起，会议室可都满了。难道没有其他会议室了吗？我们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有，我帮黛西留了一间。哦，对，我让丽娜姐给我留了一间大会议室。大会议室现在为什么要留大会议室？是要让那些保健品的维权老人来开会吗？对，马上取消。我没时间听你解释，我再重申一遍，你是我的助理，按我说的做。可是我发的是微博，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个。那就删除微博道歉，或者说微博被盗号了也可以。有什么问题？时间紧迫，今天必须签。为什么要这么紧？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法院的电话，周一就要开庭了，除非你想走法律程序。我们不会输啊！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某一场官司，谁会输谁会赢，我们是来共同讨论如何签署一场停战协议。那就必须季玉和蓉蓉共同签字。这意味着我要跟我的客户重新去沟通了。这一条没得商量，因为你的客户和季玉是夫妻，所以即使蓉蓉签了协议，不再以同一理由起诉，那他万一逼着季玉起诉呢？季玉不是这种人，你不了解他。我了解人性，人是会变的。皇帝宠爱了新的妃子，尚且会把立好的太子废掉。现在蓉蓉有了孩子，万一这个孩子更让季玉喜欢，很有可能季玉就会翻脸，逼着罗琦还钱。他不会的。那就不签了。你们没有诚意。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诚意，为什么蓉蓉同意和罗琦签署这份协议？是因为你们打不赢这个官司。不是因为罗宾承诺了，签署完这份协议之后他来还钱。兰兰。有什么问题？时间紧迫，今天必须签。为什么要这么紧？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法院的电话，周一就要开庭了，除非你想走法律程序。我们不会输啊！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某一场官司，谁会输谁会赢，我们是来共同讨论如何签署一场停战协议。那就必须季玉和蓉蓉共同签字。这意味着我要跟我的客户重新去沟通了。这一条没得商量，因为你的客户和季玉是夫妻，所以即使蓉蓉签了协议，不再以同一理由起诉，那他万一逼着季玉起诉呢？季玉不是这种人，你不了解他。我了解人性，人是会变的。皇帝宠爱了新的妃子，尚且会把立好的太子废掉。现在蓉蓉有了孩子，万一这个孩子更让季玉喜欢，很有可能季玉就会翻脸，逼着罗琦还钱。
他不会的。那就不签了。你们没有诚意。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诚意。为什么蓉蓉同意和罗琦签署这份协议？是因为你们打不赢这个官司。不是因为罗宾承诺了，签署完这份协议之后他来还钱。兰兰，演得真好，啊，真会演。一个签姐夫，一个签小姨子。你太无耻了！罗琦为什么卖了房子又要买房子？是因为你给他规划了一个特别好的远景，可是他卖了房子之后，我就失去了最大的客户。我之所以失去最大的客户，就是因为你的前姐夫，所以这个钱你出，理所当然，你必须出。我会想方设法阻止罗琦嫁给你。你要感谢我。感谢你什么？你说服了季玉。蓉蓉提出来了，让季玉签字，同时还加了一条：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必须夫妻二人同意了才可以。那季玉同意了吗？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签字，不过他有一样要求，必须当面签，同时签。那我还钱的那份协议，我把措辞已经修改过了，我没有写欠款，也没有写还钱，我写的是自愿支付。那我需要再强调一下，本协议双方都有保密义务，任何时候，本协议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让你姐知道，也不要让季玉知道。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让别人知道特别丢人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来没有输过的罗大律师，竟然自掏腰包和稀泥。我工作特别忙，然后照顾不上父亲。好，这后来呢，也不知道认识个什么人啊，带他去什么将军养生基地免费旅游，他就去了。这一去啊，就入了坑了。天天的免费讲座呀，各种养生讲座。其实啊，那就是个洗脑。对，是。然后啊，就有什么啊，保健专员进行1对1的服务，是吧？其实就是套取你的经济实力，然后再根据你的经济实力给你定做什么养生套餐。哎，我父亲还行啊，我也就是个普通白领，有个老太太，儿子很有钱。结果就给订了个几十万的那套餐呢。您说的那个将军养生基地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啊？叫养老院他骗不了钱，叫养生基地他才能骗呀。没错，姑娘，你说的特别的对，他就叫那个养生基地。你说就我这个经济能力这么差，我根本就住不起那个什么养老基地啊。他们说没事儿。哎，老先生，您就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个免费体检，免费的，我就去了。然后就有一个什么保健专员，就天天后头跟着你，还管你叫首长呢。那就是套取你的经济实力，那就是。那您还记不记得那个保健专员叫什么名字啊？哎呦，丽丽啊，对，叫什么丽丽，都起的是那些什么外国名，都是难记着呢。骗子怎么可能跟你说正名呢？是。我跟你讲啊，特气人。我呀是偶然回家，发现我爸的房间里堆满了保健品，一屋都是。我找人问了，这些保健品成本价在10几块钱，他们卖到了几千块，太黑了。那您有没有保留付款凭证啊？有啊，我这都给你拿来了，您看看，有刷卡记录。哦，您看一下。如果您手上有任何的证据，包括这种购买凭证
真的吗？那你给我好不好？风姨让你去趟他办公室，他来上班了吗？刚来，他让你现在就过去。这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我觉得今天就签了，避免夜长梦多。我总得先看一遍吧。我已经发给王丽了，她是你姐的代理律师，你又不是。那你还跟我说什么？因为他们双方这份协议一旦签署了，你就得支付给季玉给罗琦的那笔首付款。对不起，我纠正一下，这笔款项的名称应该叫抚养费。不管叫什么，反正由你来支付。不，叫首付款，我就不还。现在合同里面写的是款项，是季玉给罗琦的那一笔款项，这笔款项由你来还。那可以，我没问题。现在的重点是王丽那边。他应该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吧？这种官司没有赢家的。就看谁的伤亡更大。他当然无所谓，伤的又不是他。你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盲目乐观。大大，来，把门关上。坐。怎么了？想跟你商量商量。今天我们做个交接，你接替我的工作，我指的是职位。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看我？我指的是对我这个人。良师益友，发自内心的，真的。良师益友，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对我的家庭呢，我是什么？嘉豪这孩子，嘉豪这孩子恨我。他认为他妈妈生病也有我的不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妈妈。生病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遗传基因，还有说实话，陶爱嫁给我，确实是非常辛苦。嘉豪啊，他问我，他说：“你说你对我妈妈好，好在哪儿啊？你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只嫌拍婚纱照太俗气。我也是这么跟嘉豪说的，可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说：“你嫌结婚照俗气。”你干过什么不俗的事儿？你除了工作，你带我妈妈去国外旅游过吗？你陪我妈妈逛过街，买过东西吗？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工作，你一直在为了支付这个高额的医疗费，在工作。陶冶他生病啊，是这几年的事儿。在没生病之前。我真的是没有好好的陪陪他。您确实太忙了，所
所以我决定离开律所，好好的陪陪陶月，要不然我怕真的来不及了。您可以请假嘛。比如说律所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的时候，您回来。平常您有在家里陪陶月，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要是这么做，对律所不负责任，对我的家庭也一样。我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不能总对陶冶说对不起，律所里有事儿。不行，欠陶月的是一定要还的。我已经和主要的几个合伙人都打过招呼了，他们对你接任没有什么意见。管委会在小范围里边已经做了调查，你的呼声很高。从今天起就是现在，你先干起来，人事部门走程序，同时进行。恭喜你。恭喜你，罗宾主任。我希望全景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蒸蒸日上。来吧。好好干。我今天就先回了。我那办公桌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哪天你吩咐个人给我送到家里就行。放心吧。好，那我走了。律所今天之所以叫大家都过来呢，是想要群策群力，大家把所有遇到的这种诈骗的问题，通通反馈给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统一去上报。他们不是咱们客户，是来投诉保健品的。黛西负责接待一下。保健品的话，我建议大家我不管了，在吃之前以后就是你负责了。或者说是购买。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祝贺。祝贺什么？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蛛丝马迹。你打算什么时候让大家知道？我想恐怕程序上还需要一些时间吧。是你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吧？喂，你看了吗？我让丽娜给你了。我看了，我没什么问题，但是那就没问题了，先搞定了。那王丽，她正在来的路上。你确定她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吗？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搞定王丽的？我威胁了她。威胁？威胁之下签署的协议是无效的。我骗你的。那实际情况呢？你就不用知道了。我必须知道。为什么？如果你使用不恰当的手段搞定对方律师，对方律师如果到律协投诉的话，我们律所会受牵连的。我保证是恰当的方法。什么方法？我需要知道，我必须知道。我没骗你。王丽呢，就是想在你姐面前表现一下，刷个存在感而已。所以我就跟她说了，她可以到咱们律所来上班。我跟她提过同样的建议，她为什么没有答应呢？你提不成啊，她跟你有过节。我说我姐原来打算成立家族信托事务部，
后来各种原因，我姐就走了，这块业务我打算接过来。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他一起。他来做高级合伙人，我不可能答应。封印会答应的。你问过封印吗？有时间吗？你说现在？你如果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不，请说。我刚从我们客户那儿回来，今天早上我找过你们家罗宾，他跟我说放心吧，我就真放心了。回头我们客户就给我来电话说网上炸锅了。你们家罗宾这样做特别不好，他如果要告我们家客户没问题，告诉我，我也告过你们家客户的，咱们常来常往，这就是咱们的职业，对吧？你说的是上次那次事儿吗？我指的是玲珑美食。不是玲珑美食，你们两家不是达成和解了吗？不是玲珑美食。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他告，他可以告，完全可以告，没有问题。但他不能信誓旦旦对我说，我不会针对你，不会针对你的客户，绝对不会告你们家客户。转眼就把这件事情给我捅到网上去了。罗宾可不是这种人。那你的意思是，我撒谎？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以去问问他。罗宾是针对的你哪个客户啊？我给你打个电话。7家集团旗下的7家长寿俱乐部。要我提醒你吗？要不齐海东。我知道，这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客户。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公司负气出走了，是吧？我是出走。但不是负气。啊，对不起，我给罗宾打电话。好，那我们等一下说。喂，老大，你什么指示？哎，罗宾，佳敏他们公司那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你大概给我介绍一下。啊。我大概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关键是你以后怎么处理啊？我想让黛西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的意思啊，到此为止。行了，我挂了啊。我不是因为齐家是我的客户就不让他告。哦，我知道。我也告过你们。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针对我们。我是针对你。所以，如果你们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报复我一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刚才也听到了，我给罗宾打电话了，在电话里说这件事儿，到此为止。我了解你，当着我的面儿，你给罗宾打电话说到此为止，我转身一走，你再给他个电话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形象吗？还是美颜过呢？夏明，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是名利狂。我们说个中性的说法，我们那时候都年轻，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事业心都太强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啊！你我才会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其实人这一辈子，除了工作，还有事业，还有其他很多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能因为自己为了做成一件事，就伤害了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我再也不会做那些蠢事了。好，这事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啊，你先继续调查，但是不要声张。即便是把事情弄清楚之后，也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任何人。行行行，那如果有人问起来，我就说我还在了解情况。对，你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我还没同意，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可是刚才有好多老人还有家属，他们加了我的微信，留了我的电话。那如果他们问起来，一样，你就跟他们说，我还要向领导汇报，等待领导的批复。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儿吗？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要跟您探讨一下。那为什么一直没说呢？因为涉及到您的家人。我姐。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挺同情罗七姐的。那什么时候不同情了呢？也不是说不同情吧，只是我觉得，她不应该动不动就不让季瑜见小安吧。现在的情况是，小安的后妈在告她的亲妈，两边的关系非常紧张。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如果是我，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不会不让她见孩子，因为孩子是无辜的。黛西，你记住，每逢当你想评论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幸运。了不起的盖茨比，我看过这本书。那你怎么还会有随意评论别人的习惯呢？兰兰，请你去一趟大会议室。他跟你学坏了。我。差不多了，就可以签了吧？等一下，我再看一眼。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份。我知道，我再核一下。为什么不等我？大家不知道你要来。你既不是当事人，又不是当事人的律师，为什么要等你呢？他也不是当事人，他也不是当事人律师，他为什么在这儿？何才老师，本来蓉蓉的合同应该给你看的，但是我们突然遇到了你父亲离世。在我的家庭教育中，生死都是小事儿，只有工作才是唯一的天大的事儿。哎，这是一份不应该被签署的协议。蓉蓉，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份离婚协议，我已经给你们起草好了。啊？我们出来说两句。不，有话在这儿说。何在，我知道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我们正在说专业的问题，不要谈跟专业以外的事儿。蓉蓉现在是孕妇，她需要照顾。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妇女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但是孕妇她本人可以提出。我的意思是，国家之所以规定男人不可以在妻子怀孕期间提出离婚，是对妇女的保护。但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不是保护。这种男人怎么了啊？一个男人看见自己的亲生骨肉遇到困难了，袖手旁观就是个好男人啊！你跟季玉已经离婚了，他是小安的爸爸，他给你的钱是从他现任妻子这儿偷的。哎，你说的不对，偷在法律上叫盗窃，盗窃罪构成的要件之一是他人的财产。蓉蓉和季玉是合法夫妻，季玉有权支配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所以不能叫偷。季玉，你如果不介意，我可以看一眼你的离婚协议，至少你们共同财产中有一半是属于你的，不管这个钱是谁挣来的。你们男人现在都这么渣了吗？哎，他在跟你谈法律，不能因为法律条文不利于你，你就说对方是人渣。你们是干嘛来了？这是和解还是来吵架来了？啊，大律师们。我觉得罗琦说的有道理。我们大家首先应该先冷静下来，不要感情用事。婚姻不易，不要动不动就离婚。离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希望今天在这个屋子里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有人，不管最终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们都不后悔，不遗憾。所以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确认几件事实，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确认一下，可以吗？好。第一件事情，季玉给了罗琦一笔钱，是为了帮助罗琦母女渡过难关，无争议。第二件事情，蓉蓉起诉罗琦，让罗琦归还季玉这笔钱，因为他认为这笔钱是他跟季玉的共同财产，而季玉怎么支配这笔钱，应该得到他的同意，无争议。第三件事情，罗琦因此起诉季玉，剥夺了季玉对孩子的探望权。事实无争议，但是做法欠妥。那怎样才算正确呢？您示范一下。我前夫的现任妻子在法院告我，我呢每个星期还要带我的孩子去见他，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啊？再说了，孩子会不会问爸爸，这个在法院告我妈妈的女人是谁呀？这个阿姨为什么要跟我爸爸结婚在一起啊？那到时候让他爸怎么回答呀？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你们先办好离婚手续啊，只要你们两个离婚了，这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啊。以后你们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有困难都自己解决。如果有困难愿意帮忙，那算情分；如果不帮，那也不用勉强。何塞，你给出这个建议，别人不说，蓉蓉都会恨你的。为什么？你看她，你真的以为她哭成这样是因为钱吗？是因为她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她还爱着他。王丽姐，请你们先到我的办公室去稍等，可以吗？没问题。好吧。兰兰、何塞，请你们二位也先离开一下，可以吗？我不能让我的当事人留在这儿。我也不能走。那可以跟你换一下位子吗？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罗宾老师他今天晚上跟以前不大一样。是吗？我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哎，你真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哎，坐。啊？坐下。为什么？
罗宾啊，要当你们所老大。真的？真的。哎，不对，那封印呢？封印保留一个虚职，当顾问什么的。廖佳敏跟你说的？不是。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啊？我一律协的朋友告诉我的，说封印已经跟他说不干了，马上交给罗宾。这个事儿呢，你们内部管理委员会的一级别人几乎都已经知道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再走程序。哎，那这事儿罗宾他自己知道吗？那肯定知道呀，那他要不愿意的话，那谁能勉强他呀？所以说，现在对于罗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先坐稳了。你那个保健品维权的官司吧，不确定因素太多，这也怪我当时太冲动，给你添麻烦了。我是认真的，我当时是太气愤，可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吧，这个案子难度是挺大的，也比较繁琐。既然罗宾说让你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麦飞，你还记得当时你为什么会气愤吗？我记得。你当时来找我，我本来可以不管的，可是我后来又管了，是因为你告诉我说他们在害人，而且还会害更多的人。是我说的，那我当时是有情绪，我现在是为你们着想。那中国有那么多律师呢，他们可以找别人啊。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都把简单的挑走，把难的留给别人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你看，你那愤世嫉俗那劲儿又上来了。我卖咖啡的时候比现在更加愤世嫉俗。那个时候我看不惯很多东西，我尤其看不惯的就是律师收了钱替坏人说话办事儿，对吧？没错，麦飞，你明知道齐家他们卖保健品是在害人啊！你还想让我做什么呀？我要证据，我要更多的证据。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你别误会啊，那毕竟我们所是他们的法律顾问，那他们是我们的客户啊。那律师无论如何不能出卖自己的客户，对吧？行，我懂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你面前提到他们家的事儿。你看，哎，我错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你面前提到你们家的事儿。哎，何塞来上班了。他父亲不是刚去世吗？我骗你干嘛？他和罗宾都在会议室，一屋子人。咱们要换主任了？啊？换谁啊？猜的。小美说他们都在会议室，那你想，那得是多大的事，能在自己亲爹刚走就来律所？行了，你别装了，你肯定知道。不知道猜的。黛西，黛西，是不是你们老大要上位了？什么呀？那会议室一屋子人，你们不认识啊？我就说一屋子人，但没说那些人是谁。高峰直接就联想到换主任了。猜的嘛。是。季玉瞒着你，给了他前妻一笔钱，是他做的不对。他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他如果提前告诉了蓉蓉，蓉蓉不答应，那么这个钱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啊？难道你是怕我反对，才不跟我说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不是不考虑你的感受，是因为他不想变成自己曾经憎恨的那种人。蓉蓉，我猜季玉一定没有告诉过你他跟他父亲的事情，对吧？季玉，你应该告诉他。我想跟你说的是，季玉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他需要交学费、交学杂费，他的母亲都让他去跟他父亲要。可结果呢？他的父亲一直在推三阻四。行了，罗宾，行了，好了。蓉蓉，我就是不想小安变成当年的我。
我不想他鄙视我、恨我，像我恨我父亲一样恨我。我不想他这样。就算后来我知道我父亲当时有难处，又怎么样？所以，我只是在很努力地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想做一个好父亲，别的我什么都没想。如果让我真伤害你了，我真心的跟你说对不起，好吗？对不起，原谅我。谢谢。那你负责让蓉蓉撤诉。那你负责让罗琦撤诉。一言为定。哎，那笔钱怎么办？你既然帮蓉蓉看协议，那你也应该看过那份保密协议吧？我看了，但是我坚决反对由你来付钱付给蓉蓉，没有这么解决问题的，这样违反了我的原则。罗琦不是外人，她是我姐，我们手足情深。那也不行。你就这么想，就当是罗琦跟我开口了，我给了他一笔赞助款。我不同意你们这样解决问题，亲兄弟都要明算账，亲人之间就应该学会算账。不，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让罗琦拿出这笔钱，这是不现实的，他没有。我有说过让罗琦还钱吗？那你什么意思啊？我跟蓉蓉已经商量过了，蓉蓉说不要这个钱了，这对蓉蓉不公平。我觉得这一笔钱应该算作投资款。投资？如果房子将来卖了的话，后增值部分应该按照投资比例，季玉和蓉蓉都有份儿。那如果这房子不卖，他们一直都住在里边呢？如果不卖的话，那就算作蓉蓉和季玉给小安的抚养费。那等小安长大了以后，也有义务赡养他的亲爹和他的后妈。有问题吗？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去打印新的合同，你们俩各自说服各自那边的。那你负责让蓉蓉撤诉。那你负责让罗琦撤诉。一言为定。哎，那笔钱怎么办？你既然帮蓉蓉看协议，那你也应该看过那份保密协议吧？我看了，但是我坚决反对由你来付钱付给蓉蓉，没有这么解决问题的，这样违反了我的原则。罗琦不是外人，她是我姐，我们手足情深。那也不行。你就这么想，就当是罗琦跟我开口了，我给了他一笔赞助款。我不同意你们这样解决问题，亲兄弟都要明算账，亲人之间就应该学会算账。不，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让罗琦拿出这笔钱，这是不现实的，他没有。我有说过让罗琦还钱吗？那你什么意思啊？我跟蓉蓉已经商量过了，蓉蓉说不要这个钱了，这对蓉蓉不公平。我觉得这一笔钱应该算作投资款。投资？如果房子将来卖了的话，后增值部分应该按照投资比例，季玉和蓉蓉都有份儿。那如果这房子不卖，他们一直都住在里边呢？如果不卖的话，那就算作蓉蓉和季玉给小安的抚养费。那等小安长大了以后，也有义务赡养他的亲爹和他的后妈。有问题吗？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去打印新的合同，你们俩各自说服各自那边的。
谢谢你看顾的，不客气。你也早点回去吧。我为什么要早点回去？你父亲刚刚过世，所以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我会跟你说的。那你父亲的追悼会，我父亲不希望别人打搅他。哎呀妈，我真是求您了。何塞老师好像也喝这个吧？嗯，好。你看人家高峰，为了跟何塞老师保持一致，咱们做律师的啊，要注意形象。减肥的常青茶，减肥的，哎，你够瘦了，你不用减。我们的形象茶。干嘛？走了走了，开会了，赶紧走啦！哎，妈，那边叫我呢，我去开会了啊，咱晚上聊啊。哎，好嘞。怎么了这是？我妈，天天给我找事儿，7大姑8大姨，各种免费法律服务。我们家也是，我妈还跟我说，找律师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哎，那要是家里没有干这一行的呢？那就找熟人介绍呀。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幸好是律师，我舅舅医生，街坊邻居头疼脑热、发烧住院都找他，那一天天的，咱们就别抱怨了啊。是，其实咱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咱们律所连罗宾和何塞在内都不能免俗，家里人说低了就低了，又不能谈钱，又得随叫随到，不管大事小事，占理不占理，咱们都得去。何塞老师，你们最近特别闲呀，是不是？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啊，我最近在忙一个保健品的案子，您吃吗？啊，不吃。具体说说。不过。不过什么？保密啊。罗宾不让你告诉我，还是说你要去请示罗宾才能告诉我？不是的，您误会了。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案子，罗宾老师他还没同意我做呢。为什么啊？可能跟龙科有关系。什么关系？那个保健品是龙科的客户。那有什么关系？做啊，他不让你做，我让你做。何塞老师，不用写。你说我指天发誓，我真没有这个主观意思。何塞知道你要当主任了吗？还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不知道？感觉。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在正式公布之前先告诉他一下？主要是他父亲刚刚过世，我想缓一缓。你们在议论什么？没议论什么。我去接个电话。你有什么事吗？你们有事瞒着我？没有啊。没有。那为什么我一来，丽娜就出去接电话了？她有工作，你听到她的电话响了。好吧。你为什么不同意黛西做保健品的案子呢？我是觉得像这种案子，我们必须要慎重，否则被对方抓到把柄，告我们一个损害商誉，可就麻烦。如果你有顾虑，我带着黛西一起干。何塞，我是觉得像这种案子，起码不能大张旗鼓。你是说不要打草惊蛇？对不起，打断一下，我得马上回去一下。我们小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打起来了，我是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什么打起来了？物业要卖小区的车位。我陪你去。我也去。不用，又不是打群架，你忙你的。黛西，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怎么了？你那个保健品的案子，我有可能帮得上忙。因为我有个医生朋友，跟我关系特别好，他早就跟我说过，这东西全是骗人的。那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你那医生朋友？当然可以啊，就是，你看能不能让我跟你一起做这个案子？我当然欢迎了。
只是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啊，我特别喜欢做这种案子，没有钱都愿意。不是这个原因，高峰。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它最后会怎么样。你要是知道结果，那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就喜欢做有挑战的事儿。何塞叫你，叫我？对啊，他说让你带上保健品的案子。谢谢你。我跟罗宾说过了，他同意我来负责这个案子。跟我说说，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案子呢，一开始我是从麦飞那里知道的，然后呢，现在有好多老人，他们都陷入到了这个案子当中。哦，对了，我在会议室的时候。各位，听我说，不要太激动，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怎么解决圆满呀？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物权法律师，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朱晓和律师，来，有请。大家别着急，听我好好说一说哈，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你们华景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华景公司出资取得的，华景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华景小区建筑区划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应当归华景公司所有。激动没有用，吵吵也没有用，以法律为准绳。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是这样，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后，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对，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那么，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是否取得了呢？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你们占了很多便宜。开发商建设小区，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这块地都是我们的。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成为建设使用权人，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所以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对，应该就归我。请问您是业主吗？我不是。你不是业主，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我们这业主和物业之间在沟通。来，保安，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没错，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啊。你说这后着。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是这样，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法律人，你应该清楚，如果走诉讼程序，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当然，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你要提醒你的客户，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好，没错，就你们这律师啊，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那到了法庭啊，更没戏了。这是你让我们必须填的亲属和同事关系的调查表。谢谢。
是不打算看，还是想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呢？我后来跟行政说了，这个表不作为硬性规定。那你不看，我拿走。不。我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我觉得她根本就不理解我。我和我姐之间，她更喜欢我姐。后来，我就回去奔丧了。每一个人见到我都跟我说我长得像我妈，说我母亲生前的时候。可他们都在夸我，包括以前我认为对的，他认为是错的。我们还发生过很多次激烈争吵的事情。其实，在他心里面，他是认可的，甚至是欣赏的。值班室。丁医生，我同事戴鑫。您好，丁医生，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终于有人来问这个事情了。很多患者家属都跟我投诉了，有花钱的，有被坑的，花了很多钱根本就不治病。你看，这么多都在这儿呢。先生，有2杯咖啡。谢谢。丽娜，给你的。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喜欢喝这个口味啊？我最近擅长读心术。那你猜猜我现在想什么？不知道。你不是会读心术吗？我家最近换了好几台 DVD 机，人家告诉我，要买那种纠错功能最强大的，否则很多盘都读不出来的。你说我是盗版？我只是说我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的纠错功能。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如果有一天你当了老大，提升你为首席鞭策师。我要进管委会。不可能。我是说，你连律师都不是。进律所管理委员会不需要必须是律师啊。这是我们全警的惯例。你可以打破这个惯例啊。我先接个电话。哟，你们一起来上班啊？我们俩在楼下碰到的。好巧，你们都喝咖啡enjoy呢。口味一致。所以，你可以跟罗宾一起来上班吗？什么意思啊？我的秘书一般都要比我早到半小时。平时我也是早到的。那看来今天是个例外啊。今天是国际翻脸日，找翻脸车说啊。您贵姓？怎么称呼？杨帆。稍等，我登记一下。请问您是找罗宾律师吗？请吧。怎么样？
还满意吗？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我只做骨干律师，不做高级合伙人，不进律所管委会。我只向你一个人汇报工作。你觉得我的要求是高还是低？我是觉得，这么一位连续5年入选亚太地区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的第1等领先律师，怎么会甘心来只做一个骨干律师呢？节省沟通成本。我跟其他高级合伙人沟通一下。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是客户的要求。客户？新客户吗？对。新客户在哪里？在你同意我的要求以后。我已经同意了。喂。好的，您到了打我电话。新客户一会儿就到。我知道你原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1到2年的休整期，但是你还是来了，所以说谢谢，谢谢你肯来帮我。别这么说，你也帮过我。那这么说，你是来还人情的。既然杨帆这么优秀，他为什么甘愿到我们律所来，只当一个骨干律师？人各有志，他不喜欢管别人，但也不喜欢被别人管。你是说他是一个独行侠喽？很多律所都在挖他，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只愿意在他服的人手下工作。答对了。这边。罗律，我们的新客户。罗大律师，你们认识？罗大律师谁不认识啊？曾经获得3所世界上著名法学院的学位，本科、硕士、博士，而且担任多家国际跨国企业的法律总监，多次荣获 ALB 法律总顾问荣誉。现在是全景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高级合伙人。于总，您是对我们罗宾律师做过背景调查吗？哎，那不敢不敢。请坐。再次介绍一下，我姓于，多余的余。请坐。于总，我希望你能够清楚，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你说小区这么多车，你总不能让它乱停乱放吧？我们要管理，管理就得有人，有人你得给人发工资。我看过你们的合同，根据合同，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收取停车费和管理费，这法律上是允许的。哦，哎，你看，我就说，解铃必须还得系铃人。您不用有所顾虑的。没有顾虑，不是顾虑。那您那天为什么来律所跟我们投诉说您的父亲被保健品坑害了？对不起啊，主要是我们又不想多事儿，哎，你就当我没说话。不是，您能告诉我您到底在担心什么吗？有钱难买我愿意。你说我父亲他乐意，他喜欢，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就由着他好了，对吧？什么叫孝顺？孝就是无为，顺就是顺从，所以孝顺的意思就是不要违背老人家的意愿，顺从他的心意。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您明知道他受骗上当了，但是只要他愿意，您就无所谓，您就看着他被人骗、被人坑，是吧？这边。谢谢罗大律师，谢谢。刘峰，
我都知道。我都还没说。他是大客户，他说的有道理。你可能需要去做做你秘书的工作。你知道我是对的。看到黛西了吗？没看见。那麻烦你削完铅笔之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是我们的敌人，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他姓于，叫于多，是我们的客户。我鄙视你。笔试完了，麻烦你回到座位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还没来。他说他今天会晚一点到。为什么呢？我没问。丽娜，我知道你生气了，知道你不开心，但是你看到了我这么多工作，我真的没有时间安慰你。不然你去多削2根铅笔。喂，李总，怎么了？你看一下微信业主群。好，我马上看。是你给他们出的主意吧？他们是我的客户，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这是我的工作。你昨天还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呢。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委托协议，我也没有收你们业委会1分钱。昨天我纯属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然后你就把拔出来的刀插我们身上。你冷静地想一下，其实我还是帮到了你们，至少让你们不必被强迫花几十万去购买车位。可是他们现在让我们交停车费、交管理费，这很公平啊。是不是谁给你钱多你就替谁说话？也不尽然。我们业委会准备起诉，我们准备聘用你，你要多少钱？丽娜，你应该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利益冲突。你也应该明白，我不可能代表你们做你们的诉讼律师。不好意思，我要接个电话。喂，廖主任，我方便，什么事您说。我们最好见一面吧，不要在律所。好，没问题，那一会儿见。廖主任，哎，叫我佳明姐，坐吧，喝点什么？你好，想要点什么？给我一杯柠檬水，谢谢。好的，稍等。陶月什么病？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后就该管你叫罗主任了。还在走程序呢。迟早的事儿，毫无悬念。你好，你的柠檬水。谢谢。齐家俱乐部的事儿，冯主任跟我说了。哎，如果谈工作，在办公室就行了。那您找我来，是想跟我谈什么事儿？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一转眼，半辈子就过去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认识
非常好的医生，还有非常顶尖的中医。如果陶玉需要，你告诉我。好的，我告诉冯主任。你就跟他说是你的朋友，你认识就好。建明姐，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特别想说？遗憾吧，居然风韵要走都没告诉你。不是。您知道冯主任很低调，所以这件事情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还真是有点放在心上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视您的感受。平常，他从来不干涉我任何事情，但是齐家的事儿，他专门给我打电话嘱咐。那如果那天我知道他是来跟你交班的，我不会告你的状。那您现在的想法是？咱们公事公办，不要让工作影响我们的关系。谢谢您。律师函我就直接交给你了，你们删除在网络上公众号发表的攻击我们客户的文章，承认错误，写个道歉信，这事儿就结束了。但如果不呢，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现在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我现在没有问题了。你刚刚指责我说谁给我钱多，我就为谁工作。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天经地义。我不应该要求你当圣母，是我的错。你的错不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而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被我拒绝了以后，指责我不公平、缺乏正义。谁给你钱，你替谁工作？你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当然要谈公平正义。你们把车停在人家小区，小区是不是要管理？管理是不是要收钱？如果说任由你们随便停，1分钱也不出，那么这对物业公平吗？物业也是要给员工发薪水、发工资的。如果发不出薪水，物业垮了，你们业主的生活品质也会下降。难道说这就是你们要的公平正义吗？你昨天怎么不说？昨天我还不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你出卖了我们，并没有。我现在可以说服我的客户，和你们业主委员会达成一个合理的管理费收取协议。我就是我们业委会主任，你们客户打算收我们多少钱管理费啊？你放心，按照物业法规，我会让物业出一个初步方案，会很合理的。要珍惜给你的敌人做律师的朋友。那我等你们的方案。正确。还有什么事儿吗？廖佳敏之所以找你，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当老大了。你告诉他的？他问我，我想他早晚也得知道，我就没有瞒他。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就在你和杨帆跟我们那物业的于多打得火热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已经跟于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你就拿我当敌人。丽娜，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真的太不职业了。你是我的秘书，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们曾经说好了，你答应过我，如果有一天你当老大，你就提拔我。你记住，我走马上任那天，我一定会专门为你设立一个职位，首席编此事。我不能一辈子坐在你办公室门口。这件事情我还需要跟何塞以及其他的合伙人商量。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们说？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何塞还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全景的实际控制人了吧？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他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会冲到你面前跟你发一通无名火。他没那么幼稚。反正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亲口告诉他，如果他从别人那儿得知这件事的话，他会觉得你没有把他当朋友。可是我怎么跟他说呢？主动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说：“嗨，何塞，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是主任了，以后你要听我的，你归我管。”随便你。好的，黛西，好，你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开会碰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再见。哎，这黛西是真不错啊，她跟高峰一块儿找到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详细的跟他们说了齐家保健品是怎么害人的。廖家敏找了我，给了我一份律师函。咱们当律师的还怕律师函吗？不是，那是什么？怎么了？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不是，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儿，你不相信我，那你就可以不跟我说，好不好？封印要我到此为止，谁都知道，封印跟你说什么那都是说说而已。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封印当初跟廖家敏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利益冲突啊。封印和廖家敏两个人分别接受了一个客户，而这两个客户之间是势不两立的。封印让廖家敏放弃，廖家敏让封印放弃，最后封印行使了自己的主任权利。廖家敏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客户离开律所。这个客户就是齐家。当时的齐家还处在起步阶段，还不叫齐家，叫齐健，一起健康的意思。总之，封印从来没有因为一件自己的事儿求过我，这是唯一的一件。他怎么求的你啊？他没有用恳求我的语气，他只是说到此为止。当时廖家敏跟他在一起，他只能这么说。有你在，封印一定会同意的，只要你去跟他据理力争。可是我不想这么做，那我就跟他据理力争。你去还不如我去。那你还坐在这干什么？你赶紧去呀！何塞，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什么事儿啊？前段时间你父亲突然过世，有些突然。我想你的心情应该非常沉重，所以我想，你要不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等休息好了再回来上班？谢谢你，但是你不了解我父亲。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父亲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写作业。现在，我想他最希望的就是看见我坐在办公桌上，我在工作。我没有沉浸在痛苦当中，不可自拔。真的，我没事，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封印在不在？他要在的话，咱俩一块儿去找他说去。薇薇，你怎么了？是我父亲去世了，又不是你。何塞，封印离开了。啊？封印他也……你别理解错了，不是你想的那个离开，
是离开律所的离开。哦，那他离开律所，他去哪儿了？回家。回家去照顾陶月。那我们律所谁来管理？谁来当主任？你有什么意见吗？